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唐朝古代的一种怪谈文化。在古代呢，怪异志的这个笔记中出见于先秦兴起于魏晋，鼎盛是在唐朝。以《酉阳杂俎》为例呢，这部史书呢，它无所不知收藏了所有黑暗和偏僻的知识。事实也是如此呢，它的内容涉及了唐朝秘史仙佛妖魔、幻术道法、奇闻怪谈、坊间轶事、异域传说，以及呢，在众多后世失传的秘密知识。读起来呢，令人目眩神迷。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在唐朝呢，鱼龙百戏兴盛从皇宫到街头呢，活跃着很多技艺高超的杂技或者是卖艺者。在唐德宗贞元年间呢，长安的街头呢，有一个叫做解如海的人，以卖艺为生。此人呢，残疾无手无脚，但是呢，善击球、玩骰子以及善舞剑。更令人惊叹的是呢，他虽然没手没脚呢，但却娶了2个老婆，还生了好几个儿子。所以呢，你要是认为街头上的卖艺者、乞讨者的身份都很低下、很单纯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晚唐5代时期呢，郡都这座城市中有一妇人乞讨于市，自称呢是来自于叶南。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妇人，而是个美女，从相貌到姿态到气质呢，都很吸引人的眼球。但她是个残疾人没有双腿。下半身呢，好像被截过一样，非常整齐。他被父亲呢载于这个独轮车上，一路沿街乞讨，每天呢都能够吸引成千上万人的围观。该妇人的踪迹呢无处不在，从平民所住的小巷呢，到官员的这个府邸都可以看得到她的身影。很多人呢都施舍钱财因为他们感到这样美丽的女子竟然是个残疾老天呢实在太不公了。但后来呢，结局呢却出人意料因为京城破获了一起契丹的间谍案，经审查呢，慢慢就揪出了幕后的间谍的首领，正是那位乞讨的无腿美女。该妇人搜集到的情报甚多呢，明显是利用了自己的身份，把几乎所有的人都骗过一遍。而类似的故事呢，还有唐时最著名的胡媚儿一案。不同的是呢，主人公使用了幻术，而故事的主人公胡媚儿呢，是活动在唐德宗贞元年间的扬州，没人知道她是从哪来的。而胡媚儿在市场上乞讨呢，每天居然都能够获得成千上万的钱财，这是为什么呢？它有一个奇怪的琉璃瓶，其大小鼎呢，最多呢也就是能盛半升的水，而且是透明的。胡媚儿就对观看的人们说假若呢有人施舍我的铜钱把这瓶子能够盛满的话，我就满足了。很多人听闻呢都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瓶子很小盛满实在是太容易了于是有人就往里面丢了100钱。置之有声落入了瓶中，没有想到进入瓶子里面居然变得非常的小，于是人们就大惊随后又有人投了1000钱、1万钱、20万钱瓶子依旧不满。有好事者呢驱赶这个驴马呢也入瓶，但入瓶之后呢，所有的驴马呢皆变成了如苍蝇般大小在里面奔行自如。此时呢，一位负责江淮地区的这个财税的官员呢，押解着10几车财物路过这里。见到了观众如云呢，于是就挤了进来。得知情况之后呢，他就笑道说真的是这样吗？你能把我这几十车的东西都装进吗？胡媚儿就笑着说如果您叫我装的话，那没有什么不行的。官员说那可以试试胡媚儿呢则微侧这个瓶口大喝一声进。只见那几十辆马车呢，一一都被装入了瓶中。到了里面呢，犹如蚂蚁一般，而走着走着呢，就渐渐消失不见了。官员呢立刻大惊失色。此时胡媚儿纵身一跳呢，也跳入了瓶中。于是官员大叫一声不好，叫人抓起瓶子呢，将之立刻摔破但是无一所获。1个多月之后呢，有人就在山东的清河之北道逢胡媚儿。这时候呢，他就押解着那些装满钱财的马车正赶赴东平。而在当时呢，节度使李师道正是东平的统帅。如此说来呢，胡媚儿是李师道派到江淮一带呢筹集钱财的间谍吗？可惜的是呢，没人知道最后的真相。第2个故事呢是绝壁仙洞。唐德宗贞元年间呢，华州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华县，有道观呢叫云台观，观内呢有位刘法师呢，屁股呢不食杂粮已有20年。云台观呢在每年的1月、7月、10月的15日呢，都会按照道家的惯例呢设斋宴，即所谓的3元之斋。这个时候呢，总会出现一个人穿的不修边幅，面瘦色黑呢，居于这个斋席的末尾，吃完之后起身就走，持续了10多年。而这10多年间里呢，那个怪人穿着和神色从来都没有变过。这个刘法师当时看到了之后就感觉很奇怪，
有一次呢，这个刘法师终于就忍不住啊，就走到这个怪人的身边呢，问其姓名和来历。怪人就说啊，我叫张公弼，住在不远处的莲花峰的东隅。这刘法师知道那里根本就是荒无人烟啊，而张公弼呢，如何能住在那里呢？他就表示愿意跟随呢去那里看看。这个张公弼呢，很愉快的就答应了。他说我那里啊，可谓是一个仙境，远过人间之乐，而法师若愿同往呢，当会啊去除烦恼。而刘法师就说啊，那如此呢，我更愿意随你一起去了呀。于是这个刘法师就跟在这个张公弼身后呢，向莲花峰行去。这个莲花峰呢，是西岳华山的主峰之一，海拔超过2000米。华山本是啊以险著称嘛，所以莲花峰可谓是啊险中之险，是悬崖陡峭啊，易如刀削。通往这个莲花峰之路呢，是华山最危险的道路之一。于是张公弼和这个刘法师啊，在苍翠的大山之中走了20-30里的路，植被呢越来越茂密，山石啊越来越陡峭，二人攀藤附罗，经过了悬崖深谷，道路变得越来越险，即便是通臂的猿猴呢，也是很难渡过的。但是张公弼却如履平地，刘法师就跟在身后，也仿佛似有神助一般。一路走了下来呢，就这样他们就走了1天多，终于抵达了莲花峰的半山腰，而面前是一面石壁。刘法师就往这个身下一看啊，竟然是无底深渊，若稍有不慎呢，坠落下去啊，必将粉身碎骨。而刘法师不由得就一阵眩晕。而那石壁呢，只限于山体几寸，也就是说刚能够让他们放脚而已，窄之又窄。但是这个张公弼呢，面色从容啊，轻轻一跃呢，脚尖就踩在那只有几寸宽的地方，身体贴于石壁上，随后呢就叫这个刘法师跟上。但后者呢早已被吓得魂不附体了。这个时候呢，张公弼就用手指啊轻扣石壁。过了一会儿呢，石壁里啊竟然传出一个声音，外面是谁？张公弼就回答是我。随后石壁呢慢慢的向两边打开了，竟然变成了一道石门。这就把这个刘法师当时看的瞠目结舌。石门中居然别有洞天，实在是令人惊奇。这个张公弼刚想拉着刘法师往石门里走呢，这时候发出声音的那个人呢，又有一些生气的问这个张公弼为什么引外人来呢？说罢呢，就把这个石门又合上了，将二人又关在了外面。张公弼就说并非是外人这位是云台观的刘法师是我的老友，故请其来，为什么要拒之门外呢？此后呢，居然石门又打开了，张公弼和刘法师得以进去。张公弼就说刘法师跟我一路前来呢，所行艰苦，想必是十分饿了，请您呢给他准备一些美食吧。于是那个人还问这个刘法师说你方便住下吗？刘法师想了想说以后再住吧，这次呢先在这儿看看。于是那人点点头后，随后就取来了一碗水，又从胳膊肘后面的一个袋子里面取了一些药粉，倒到了水里面，就递给了刘法师喝。随后呢，法师一饮而下呢，觉得非常的甘甜，而且喝完之后呢，竟然一点都不觉得饿了。这个时候张公弼就说我昨天呢对刘法师说我们这里有仙境之月，您施展一下艺术吧，让法师看看呢。于是洞里的那个人没拒绝，打开石门呢，含了一口水就往这个谷下喷了一口。刘法师放眼望去呢，只见幽谷之中居然出现了一条苍龙和一头白象在那里对舞，姿势非常的优美，又有一对凤凰呢在那里歌唱，声音清越更是动听。而刘法师不禁的就看得入迷直到被人拍了一下肩膀呢，才清醒了过来。那人示意张公弼送他回去了该。刘法师无奈呢，只能听其安排。但等到他下山之后再回望呢，先前的凤歌龙舞的地方呢，现在唯有青崖石面，还有林木葱翠别无其他。刘法师黯然惆怅呢。快到道观时候呢，张公弼就不再相送了。走之前呢，刘法师就对他说自己回到道观之后将这个事情处理一下，就立刻去找他。意思大约就是以后想要跟这个张公弼混了。可是张公弼未置可否。过了几天呢，刘法师就把自己道观里的事情全都安排妥当了，便真的去找这个张公弼了。他按照记忆里的路线呢，向那个绝壁攀岩，步步险阻艰难异常，峰回路转。不久之后他就迷失了方向，他就非常的懊恼呢，后悔当初呢没有在这个石洞里住下。就这样呢，我们的主人公就坐在这个华山的深处冲着天空呼喊起了这个张公弼的名字。但是后者呢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这样的神奇的石壁会不会真的就存在于华山的莲花峰之中呢？千年时光令我们无处可寻，但那绝妙的想象呢，已经带我们攀上了石壁呢，并看到翩翩起舞的白象与苍龙。下一个故事呢是耳中游。在唐德宗时期呢，进士张佐去长安附近的杜陵一带旅行，
于旷野之中就遇到一个老翁。老翁乘了一匹白蹄青驴啊，背着鹿皮囊，自小路呢转上大路，神态逍遥啊，不像个凡人。张佐就好奇呢，赶上去就问这个老翁由来。老翁就笑道不答呀。张佐再问，老翁就怒斥道：“小子啊，安敢如此逼问我呢？我难道是盗贼不成吗？为什么一定要问我是从哪儿来的呢？”张佐立刻就道歉说道：“我只是仰慕先生的超凡之趣啊，想追随其左右，你又何必如此的怪罪于我呢？”老翁就说道啊：“我没有什么法术啊，只是长寿而已，也教不了你什么。你不会是在嘲笑我年迈潦倒吧？”说完呢，立刻催驴而去。于是这个张佐啊，还非常执着，一路上就催马跟随。也许他断定这个老温啊，一定不是一个一般人。他们于是来到了一家客栈呢，老温就枕着这个鹿皮囊就睡下，张佐呢也睡在一边。张佐当时有些疲倦呢，夜里想喝点酒，于是就对老温说呀：“我这里有些酒，想与先生一起喝。”酒？老翁一下子就从这个床上弹跳起来。他说：“我喜欢呀，你真是个太了解我的人了。”看来呢，这个老翁是个酒鬼。喝完酒之后呢，老翁就对这个张佐的态度啊，稍微有了一些转变。后者谨慎的就说啊：“小生呢没有什么见识，希望先生呢能够指教一下。以长其见闻呢，不敢有其他什么奢望。”老翁随后就开始了一段漫长的讲述。其实呢，老翁说我所见到的也不过是良辰隋唐的几代事情而已，其中不少的史书上都已经有了记载，我就说一点书上没有的吧。他说南北朝时期呢，我居于齐州，原籍扶风，姓申名宗，后因仰慕呢北齐神武帝高欢啊，所以改名为申桓。18岁那年呢，我就随这个燕国公于禁呢进攻梁朝，于是破梁元帝于江陵。后来呢，于将军凯旋我随一部分的军队就留下驻守。一天晚上呢，我就梦到有2个丫鬟对我说驴走天年，人向主寿。醒后呢，我就觉得很奇怪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找了一位占梦师。那占梦师看到我后就笑了，似乎以前就认识我。他就告诉我说呢，驴走呢即回字，人向主呢则是往字，必须返回北方才可以长寿。于是当时我就大惊呢，回去后呢，立刻跟留守中的这个将军说明情况。于是就被特批呢返回了北方。走之前呢，他说我就去了一趟占梦师那里说返回北方的事情解决了，问如何才能够长寿呢？占梦师就诡异的笑了说，就告诉我说我生前呢是蜀地的新同县人，叫薛君曹，好道教，喜欢吃丹药，又爱读灵异之书，每天朗读道家的经典。后来迁居到了鹤鸣山，在那里呢就建造了3间草房，还在门外呢种了花竹，有泉水缭绕，岩石为景恣意圣地。一年在8月15的一天晚上呢，薛君曹一个人就坐在这个花树下独饮，酒醉之后就长笑道说我清远高逸如此难道没有一人降临到我这里吗？话音刚落呢，薛君曹就感觉到耳朵里传来了马车声，很快呢就有一架小车从耳朵里飘了出来，车上有2个童子，高2、3寸，就说我们来自于兜玄国，刚才听到你在月下长啸呢，其声音清悦，所以前来相会。而薛君曹呢自是惊恐就立刻问道说，你们刚才分明是从我耳朵里出来的呀，怎么说是从兜玄国而来呢？这个童子立刻说道他说你搞错了，兜玄国呢是在我们自己的耳朵里，又怎么会在你的耳朵里呢？这个薛君曹就说耳朵里怎么会有王国呢？假如有的话，难道王国会像小虫一样微小吗？童子立刻说道他说我国与你国呢没有什么不同，不信的话可以随我们去看看，如果能够留下呢，你就可以长生了。说着呢，一个童子就伸过耳朵呢，叫薛君曹看看。在那耳朵里呢，薛君曹果然看到一个别样的世界里面花草树木繁盛飞楼相接，仿似意境一般。而薛君曹呢，经不住诱惑跳进了童子的耳朵里。走了一会儿呢，便到了一城，甚为瑰丽。而薛君曹转脸呢，就发现2个童子站在身边。童子就说呢，此国呢就是兜玄国，大小呢与你的国家不相上下，既然到了呢，就去拜见一下蒙玄真伯吧。而薛君曹就被带到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而蒙玄真伯呢就坐于翡翠帘之后，身披日月霞衣头戴通天冠，流苏飘扬，身边有4位童子相侍。之后呢，薛君曹就被封为了主路大夫一职。当时的薛君曹想办公，但是官署文书上的字呢，薛君曹一个也不认识，每天呢都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不过奇怪的是，这个薛君曹的脑子里有什么想法，手下很快就会发现。几个月之后呢，薛君曹有相思之感呢，登楼远望，做了一首诗，
于是被2个童子得知呢，他们就大怒。他们来说啊，本以为你骨质高秀，安于清寂，所以才带你来这里的，没有想到呢，你居然是一个凡夫俗子。那首诗的言下之意就是想家了嘛。而随后呢，他们就将这个薛军曹啊驱逐出了这个仙境了。薛军曹就感到从耳朵里出来，飘然坠地，站起身来呢，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寓所。在问起旁边的邻居的时候呢，得知呢，居然已经过去7、8年了。再后来呢，薛军曹死了呀，转身于身甲，即是现在的我申欢了。接着呢，这个占卜师啊就对我说说我生前啊就是那童子，你生前啊就是这个薛军曹。你因为啊托俗念，所以啊未得长生，但人能活上1000岁了。现在呢送你一个符。说完呢，他就吐出这个红绢1尺多长，叫我吞下。他说我抬头再看占卜师啊，已经消失不见了。从那以后呢，他说我就再也没得过什么病了，而周游天下起来。现在呢已经200多岁了，所见异事甚多啊，都记下来，藏于鹿皮囊中。说着呢，这个申老文就打开皮囊，取出2个书卷，上面的字呢，张佐呢根本就不认识。就这样呢，2人谈了将近1夜。黎明时呢，张佐睡下呢，等他再醒来之后呢，姓申的老翁呢已经不知去向了。在这个故事中呢，主人公对那2名童子说你是从我耳朵里出来的吗？如果兜玄国在老翁申欢前身薛军曹的耳朵里也就罢了，但是2名童子呢却否定了这一说法。他们表示呢是从自己的耳朵里来的。那在3维的空间里，一个人怎么会从自己的耳朵里跳出来呢？可见这是一个悖论嘛。A 来自于 B， 但是 A 中呢还有 B， 这样的想法呢就非常的不可思议故而鲁迅呢在中国的小说史略中有一段评价，他就说呢，造传奇之文荟萃为一集者，在唐代呢多有玄怪录。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